我们人类是谁？其实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外星人和神明，我们是神明的后代。苏格拉底在2500年前所提出的这个哲学三问，其实我们当代人在2500年后其实都还没有想明白。不仅是我们是谁，从哪儿来，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到哪儿去，而且怎么去。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人跟普通的自然万物是不同的，已经超过了我们认为我们的祖先大猩猩。我们98%点多的基因来自于大猩猩，但并不是简单的说我们就只是大猩猩的后代，所以那个1%点多的神奇基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猩猩就似乎成为人类的代孕母亲。那么人类呢，其实是一代代的人类进化而来的。前几季其实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外星人和神明，就像我们的祖辈一代代的在养育、扶植、历练着我们新的人类的发展。所以外星人实际上并不是说从别的星球来，而是说从我们地球走出去的，升级到了星际文明。这个地球相当于就是宇宙中的一个校园，一个练习场。地球就像是宇宙中的元宇宙，它是把许多星球的进化的成果，比如说金木水火土一级级的时空在地球上的叠加，所知道的诺亚方舟、大洪水，都是在重塑这个地球。陆地啊、海洋生命啊，其实都是来自于不同的星球，在这儿成为人类进化的样本和材料。现在呢，或者就是开玩笑说是全村最后的希望，地球是宇宙中的最后的一个实验场了。其他的文明全都已经停滞了。2086年是地球的末日，应该确切的说，这是整个太阳系的末日。太阳的时间到期了，地球的磁场也到期了。太阳系整个是一个被设置的时空。当太阳的能量在熄灭，地球的磁场在减弱的时候，这一切都会终结。那么到2092年，就是宇宙的终点的时候，这个时空就到期了，它就垮塌了。可以说是在2086年的时候，这个时空已经在萎缩了，最后就收缩到黑洞中。黑洞呢，就像时空的一个垃圾袋，它把那些已经到期的时空，那些物质，包括虚物质，全都吸收，在黑洞的另一边，在那儿重新的生成。那最后怎么生成，也是需要我们人类的智慧的，我们宇宙最高的智慧的，是通过这些再去创造一个新宇宙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从这个哲学三问中知道我们人类的使命和我们进步的方向，共同探讨这个方法。而这个需要首先我们是人类意志、思想和我们信仰的统一，而不是像现在还在自私的为着各自的利益而这争斗。这种的争斗是没有前途的，不仅它是痛苦的它所有的得到都是暂时的，是在消耗我们人类自身，而且会把我们人类带到灭亡的。因为我们人类跟神明间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不仅是我们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开始，而未来是众生灵，是天地间的命运共同体，也是使命共同体。以最终的爱与高尚，再去创造一个更伟大的新时空，去书写、去续写新的创世纪，去成就一个更伟大的新人类、新神明，而去接班上帝。哲学三问在我去年底所发布的2026大统一中有些更加具体的描述，是值得探讨和完善的，是我愿意与大家分享的一个答案。这个哲学三问还有3个追问，不仅是我们是谁，同时也回答和思考了我们为什么是谁，我们怎么来和如何去。这在我的笔记中已经有上百万字的内容，去年底所发布的是一个25000字的
简略版，在这个时间点及时的与大家分享，因为时间已经非常的紧迫。2026年就是这个时空中一个重要的节点，而2027年人类的文明就应该有一个答案。